大家好，我是于姐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古花梅酱豆子的做法，详细讲解梅豆子的湿度和温度。看完以后，你再也不会在这个环节上出错了。美好的豆子可以晒西瓜酱，可以晒黄豆酱、焖香辣酱、做豆豉等。这道美食可是奶奶那辈传下来的，现在很少人会做了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首先把1斤的干黄豆给它倒入盆中，我用的是黑龙江农家小黄豆，加上适量的清水，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。随便清洗，清洗2遍以后，我们多加一点点的清水，没过黄豆，盖住盖子，浸泡4个小时以上。黄豆经过4个小时的浸泡，现在泡得胖乎乎的，吸满了水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直接倒入漏囊里面，沥水分。接下来蒸锅里面多加一点点清水，水一定要加够，蒸40分钟以上的，不然的话干锅了。然后放上笼屉，把我们的豆子直接给它倒在上面。我们用蒸的方法来蒸哈。假如你要是煮的话，它容易脱皮破瓣儿。盖住盖子，凉水上锅蒸，用大火先把它煮开，然后转中火蒸40分钟至1个小时。豆子已经蒸熟了，蒸出来豆子呢比较香，但是呢太费时间了，建议大家豆子还是煮得快一点。我这足蒸了1个小时零20分钟，像这样子，蒸至一脸都碎了。看这样就可以了哈。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倒上大半碗的面粉，一定等到温热的时候再加哈。太热了豆子容易坏，太凉了豆子呢沾不上面粉，就是等到温热的时候刚好哈。就像这样，每一个豆子都给它裹上面粉，然后再给它倒在漏囊里面，把多余的面粉给它过筛掉。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哈，必须要给冷凉再进行下一步。假如要是不冷凉的话，这个豆子就会长菌丝，也就是像藕一样丝丝相连。千万要给它冷凉，不冷凉的话很难做成功哦。别说我没告诉你啊。接下来我们用干净的白布把这个底子给它铺上。这个白棉布都是我已经消过毒的哈，必须给它叠厚一点。可以起到一个保湿保温，还可以起到一个透气的效果就可以。然后我们再加上一层硅胶垫子，这样更加透气。接下来把冷凉的豆子直接给它放在上面。我们为了拍视频呢，这个豆子摆的有点厚，你们做的时候尽量给它摆薄薄的一层，然后给它整理一下，给它铺均匀。上面垫了4层，上面呢再盖了4层。盖住呢，第一个可以起到一个保湿，第二个呢，这个布可以起到一个透气的作用哈。给它放在阴凉、通风而且又潮湿的地方进行发酵。为了给它提供一个保湿保温的条件，我在下面呢又摊了2层的白棉布，然后把它放上。最好我们用一个棉线把它固定。这样呢，以免跑气。然后再把这个放在上面，必须要让它保湿保温，不保湿保温，豆子会干掉的，它也不会霉。像这样就可以啊。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了。现在已经过2天以后了哈，我来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上面已经长满了毛毛哈，基本上已经都快变黄了。由黄再变成绿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给它盖得太紧，起到一个保温，而且还可以透气就行了。我们只盖上面这一层就可以了哈。这一层呢就不用再盖了哈，再盖的话都捂得太狠了，捂得太厉害了。这个湿度太高呢，这个白毛毛它就会变成黑毛毛，甚至上面会长满菌丝，就像莲藕一样哈，丝丝相连。但是呢，也不能太干，太干了呢，这个毛毛它不会变绿，所
所以呢，豆子霉的也是不好，继续再霉个5天左右就可以了。豆子呢又霉了2天了，总共呢已经霉了4天了。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白毛毛啊就变成黄色的，由黄色的已经变为绿色的了。你看这都是很绿的，其实下面一层都是霉的绿绿的，霉的是特别的成功哈。我们再霉上2天就更加完美了。但是为了出视频呢，我们今天呢现在就给它拿出去，给它晾晒一下，稍晒有半个小时。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豆子霉的绿绿的，看一下特别的漂亮。我们给它抓开就可以了，这次给它摊开晒干就可以了。美好的豆子经过1天的暴晒，现在呢已经晒干了，全部都给它收在一起，然后再用手给它揉搓揉搓，把多余的面粉还有霉菌毛毛全部都给它搓掉，然后再给它过一下筛。豆子筛干净以后，就可以用这个豆子晒西瓜酱、晒黄豆酱、焖香辣酱、做豆豉等。本来想把西瓜酱晒好了再发视频，由于古法晒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，又怕误了大家晒酱的大好时机，所以这期视频分2期来发。下期我会用这个豆子来给大家分享晒西瓜酱的做法。有喜欢吃黄豆酱的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后期我会给你安排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